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夏日煮豆汤是不少人的心头好，但红豆、绿豆、黄豆这类食材若直接下锅煮，往往耗时又费能，煮上1小时都未必能软烂开花。有人觉得用高压锅省时，可豆皮容易堵塞气阀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并非最优选择。其实有个小窍门，能让豆子10分钟内煮至开花。选购红豆时，新鲜度是关键，仔细查看豆子表面，若有虫眼、破损的，要及时挑出。陈年红豆通常颜色泛黄或呈暗红色，不仅营养流失，煮出来口感也差，不宜购买。而新鲜红豆色泽鲜红饱满，挑选时还要留意颗粒大小是否均匀，若大小差异明显，很可能是新旧豆子混杂，品质难以保证。挑拣好红豆后，清洗步骤同样重要。红豆生长过程中暴露在自然环境，经风吹日晒，表面附着大量灰尘、杂质，收获脱粒时更易沾染尘土。倒入足量清水，用手轻轻搓洗，让水流充分带走表面污垢。随后将脏水倒掉，重复清洗2到3次，直至水质清澈，才算彻底洗净。最后，把洗净的红豆沥干水分。接下来分享一个煮豆小妙招：冷冻法。先把洗净的红豆放入保鲜袋，轻轻挤压排出袋内空气后密封好。处理好的红豆需放进冰箱冷冻层，要让豆子完全冻透，冷冻时间至少得5小时以上。建议大家在前一天晚上就做好准备，把红豆密封后放进冷冻室。经过1夜的冷冻，豆子的结构会被低温破坏，这样处理后的红豆再用来煮，能更快吸水膨胀，煮的时候更容易软烂开花，比起直接下锅煮能节省不少时间。下次煮红豆前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接下来准备适量的西米。煮西米前有个重要提醒，千万不要淘洗。西米由淀粉制成，水洗会让表面淀粉溶解，下锅就容易煮成糊。正确的操作是直接准备煮制，先烧一锅开水，因为淀粉类的西米遇沸水才不易结块。下锅时要分次缓慢倒入，不能一股脑全倒进去。西米与水的比例建议控制在1:1.5，水稍多些能避免粘连。这是煮出圆润颗粒的第一步。倒入西米后，立刻用勺子不停搅拌，中火煮10分钟。搅拌是为了防止西米沉底糊锅，同时让每颗西米均匀受热。这里有个小窍门，水开后再下西米，能让它表面迅速凝固，保持完整形态，不易碎烂或开裂。对啦，特别好奇屏幕前的你来自哪个城市或地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坐标。能和5湖4海的朋友通过美食相遇，想想就很奇妙。如果还没关注我的频道，不妨点击订阅按钮，后续会持续更新更多实用生活小技巧、家常美食秘方等干货。每一次更新都是为了与你分享更多美好。煮到10分钟左右，你会发现西米表面逐渐透明，但中心还留着白心，这是别急着继续煮。关火后进入关键的焖制步骤，盖上锅盖焖10分钟，利用余温让白心彻底熟透。我们再看看冷冻1晚的红豆，它会冻成硬邦邦的冰块状，这种状态就很适合煮制了。撕开保鲜袋，取出红豆，就能直接下锅。可能有人觉得冷冻耗时，但常喝豆汤的话，不妨多准备些豆子，分装进保鲜袋冷冻保存，随取随用更方便。之所以用冷冻法，是因为低温会让豆子表面冻裂，结构被破坏后，细胞组织变得疏松，煮的时候水分能更快渗入豆子内部，使其吸水膨胀，
轻松煮至开花软烂。这一步是让豆子快速煮透的关键，比起直接煮节省大量时间，还能避免用高压锅的安全隐患。提前冻好豆子，下次煮甜汤时10分钟就能喝上绵密的豆汤。快把这个省时小技巧学起来吧！冷冻后的红豆无需解冻，可直接入锅，接着往锅中倒入清水，水量根据个人喜好调整。若偏爱汤汁丰富的甜汤，就多添些水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加水必须一次到位，中途切不可加冷水，否则会延长煮烂时间，影响豆子的软烂口感。加水完成后，盖上锅盖，开大火将水煮沸，只需静静等待10分钟，就能见证红豆快速煮烂的神奇时刻。要是发现第一次加的水量不足，补救时也一定要加入刚烧开的热水，冷水依旧是大忌。煮制过程中，可根据个人口味灵活调整。若喜欢红豆保留明显颗粒感，待其煮至开花，便可关火。要是偏爱绵密沙糯的口感，不妨多炖一会儿，让红豆在锅中持续熬煮，直至汤汁浓稠，达到理想的状态。用这种冷冻煮豆法，简单几步就能煮出满意的红豆甜汤。现在焖好的西米应该是晶莹剔透、颗颗完整的状态，没有白心也不会开裂。捞出时用漏勺控水，接着马上投入凉白开中浸泡。凉白开能让西米表面迅速降温，锁住 Q 弹口感，避免成坨或黏腻。这样处理后的西米，无论是加进红豆汤、椰奶还是水果捞里，都能保持分明的颗粒感，嚼起来软糯又有韧性。再来看看煮好的红豆，才10分钟时间，豆子就煮得软烂开花了。比起平时要煮半小时，这方法简直太快了。以后想喝红豆汤，随时就能煮，再也不用花大把时间等啦。当红豆煮至软烂开花，就可以加入晶莹的西米了。开大火将食材煮沸即可，无需久煮。最后加入适量的冰糖，淋入少许纯牛奶，轻轻搅拌，一碗奶香浓郁的红豆西米露就完成了。软烂的红豆甜而不腻， Q 弹的西米在齿间跳跃，牛奶吸收了红豆的香气，每一口都透着家常的温暖。自己煮制没有添加剂，比奶茶更健康，口感却丝毫不输。这道甜品的魅力还在于超高的自由度，可以搭配芒果、草莓等水果，也能加入绿豆，增添清爽感。煮好后放进冰箱冷藏片刻，冰凉的口感更是夏日绝配。做法简单到新手也能轻松驾驭。提前冻好红豆，煮好西米，组合时不过10分钟的功夫。学会这招，全家人都能随时享受这份清甜。快把这份奶香满满的甜蜜端上餐桌吧！如果你也想成为生活小能手，动手指点个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开挂技能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美食经验，说不定下一期的美食灵感就来自你的留言。无论是美食制作、家具清洁，还是日常小妙招，都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点赞、转发、评论3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惊喜。